大家好，我是 Lucas。今天我们要带大家做一个很经典、基础的实验，是透过 GPIO 控制 LED 灯。不过呢，我们的核心板是比较特殊一点，我们使用的是 Jetson Orin Nano。这一片就是 Jetson Orin Nano。Jetson Orin Nano 它的详细介绍呢，网络上资料很多，在官网或者是 YouTube 都可以找到一些开箱文，所以我们就不做深入的介绍了，我们会直接切入主题，就是用 GPIO 控制 LED 灯。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做了一份简单的说明 Word 档。等会呢，我们会使用两种方式来控制 LED 灯，一个就是我们比较熟悉的，就是用 Digital 的控制方式去控制它，它会 Blink 全亮全灭。那 Orin 的 GPIO 呢，它某一些角位不是全部哦，它的有一些角位它也有 support 有支援 PWM， 那所以我们就可以达到像呼吸灯一样渐亮渐灭的效果。所需要的硬体，当然首先我们要有一块 Jetson Orin Nano， 那我们还要准备一些面包板布邦线、LED 灯，最重要的还有一个电阻哦。那电阻的话，我们不用挑太大的，因为你电阻太大的话 ，LED 灯它会不够亮，所以我们就选220或是330的就行了。Circuit 电路的部分呢，那既然我们是要使用 Orin 的 GPIO， 首先我们就必须要这张 GPIO pin out。那各位可以去官网查那这是官方的 Power Spec， 看右边这边有40 pin 的 header， 可以从这边去清楚的看到，可以把它抓下来这是40 pin 的 GPIO 接角。比较特别一点的是说虽然 pin out 这边很清楚跟明显但是我们会不知道是哪一个方向。从这张图我们可以知道，靠外侧靠近有线网路孔的最外面的这一侧的第一根是 pin 1所以这个方向大家要记得，这个方向是 pin 1。我们的电路呢，从 pin 15，也就是左边数过来，2、3、4、6、7、8，左边从上面数下来的第8只角，这一只呢用官方的 GPIO 编号是12，但是以板子的顺序编号的话是15，所以这边是很容易搞混的，要注意一下。我们的15指的是编号排列的15。OK， 所以我们从这只角位写程式去发送讯号。硬体的部分呢，就你可以先接 LED， 也可以先接pin，从pin 15去接 LED， 那最后再接回接地，让它形成一个回路。要注意的是LED 灯有长角跟短角。长角的部分呢，我们是要从讯号端接到长角，另外一端呢，短角是接回到接地这个部分要注意。在开始动手实做去接线之前，还有一件事情要先做，那就是检查确认一下你的 Orin 目前的 GPIO config 为何。刚刚有提到，同一只 pin 角可以有不同的工作方式。现在我们是希望用 Digital 的方式去控制它，所以我们要先确认一下。那这个指令呢，就是用在终端机底下输入 sudo 以管理者权限去执行 Jetson IO， 这是系统设定成。那至于如何直接对 Orin 下指令，那当然最基本就是透过你就接键盘 USB 键盘滑鼠。那我这边为了拍片方便，
我就直接远端登录。远端登录的话呢，我们是推荐使用 Mobile Extend 这个软体比较方便，因为它可以在这边会有一个视窗栏，可以让你清晰的传输档案。这边只要输入 Orin 的 IP 就行了。那我把刚刚那个命令贴上。进到这个页面之后呢，我们选第一个哈，这边的话不是用滑鼠键盘哦，是用那个上下用方向键上下移动。第一个，因为我们要对40 pin 的 header 做设定。接下来呢，我们选择手动设定。注意看，因为我们等一下用到 pin 15，而且我们是希望用 digital 的。那如果这边有星号的话呢，一定要把它取消掉，因为有星号就代表要用 PWM 的方式控制 pin 15，所以这边要确认一下把它取消。那因为没有做任何更动的，就离开。那我们稍微说明一下什么是 GPIO。GPIO 其实是缩写，它是 General Purpose Input Output， 也就是通用输入输出。有些伙伴或许问说，那这是做什么用的？这是嵌入式系统里面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哦。简单的说它就是我们能够写程式，从硬体跟虚拟层跟现实世界的桥梁。我们透过 GPIO 这个界面去连接 LED， 其实也是不止 LED。各位看一下 GPIO 还有 SPI 还有 I2C 等方式，可以让我们去连接不同的感测器，比如说温湿度、relay， 甚至是更复杂的一些其他的模组。所以简单的说，就是软体、硬体与现实世界的桥梁。简单说就是这样子。所以我们今天整个做的事情，你可以想象成说我们写程式，然后告诉系统用特定的方式从 GPIO 这个界面去发送电气讯号跟命令或者是读取，然后跟我们的现实世界的感测器或者是模组做沟通，或者是读资料。接下来我们就要开始动手做咯。回顾一下，我们要用 pin 15，是从第一只脚往下数的1、2、3、4、5、6、7、8，这是第一只脚往下数下来的第8只哦。我们现在开始动手实做。我把画面切到摄影机边。对，在动手连接 GPIO 之前，千万不要忘了做一件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把 Orin 关机。我们要等到它的那个电源指示灯都熄灭了，才可以进行操作哦。各位可以注意到，它现在风扇没有再转了，然后电源指示灯也都关了好，我们刚刚说了GPIO 12Pin 15是从我们刚刚提过说外侧，然后靠近网路孔这边的是 Pin 1，所以我们从上面数下来的第8只，我们要从这边发送控制讯号。我顺便介绍一下这个就是杜邦线，这个是电阻220欧姆的。这电阻上面都有色环，可以让你知道它是几欧姆的。那这是 LED 灯，我们刚刚有提到LED 灯有长角跟短角，
我们的讯号控制要接到长角，那短角呢要接回接地。OK， 现在开始做连接。那杜邦线有分颜色哈，一般来说我们黑色的都是接地，红色的代表5伏或者是3.3伏。那我们这边是讯号线，没关系，我们先随便拿一支绿色的好。那我们再回顾一下，如果你又忘了那我们再回顾一下 GPIO 12 Pin 15 2、3、4、6、7、8 8支就可以开始做连接了。那因为各位要注意到杜邦线还有分3种杜邦线还有分3种，有双弓这是1弓1母，那这是为了配合我们的面包板，因为 GPIO 本身我们用这一端要用母的去接，那另外一端呢，我们接面包板。对，8支。那这一端呢，我们就面包板，我顺便也说明一下各位有注意到最外侧这一条，这边有一条蓝色的，我写负号，因为我们约定成熟外面这一整排指的是相通的哦，最外侧这一条指的是相通，再往内一点，这一条指的也是全相通的。一般来说，我们约定成用加号，就是接电源。我们可能同时会接很多不同的模组，那大家都需要接地，那也可能会有很多不同的模组，大家都用3.3伏或是5伏。所以为了方便起见，我们这一端的接地就可以直接接到这边来。那这一整条都是相通的，于是其他的模组如果要接地的话，板子上面接地没有那么多，但是我们先接这样子的话，大家其他的模组都可以接回到这里来，就是共同的接地。那既然都接了我们就先看一下，我问你的接地在哪里呢？右边第3支就行了Pin 6 Pin 6，右边第3支。右边第3支哦。好，接下来我们接 LED 我们随便接个地方。刚刚说明了最外侧的一整排指的是相通的，但是内侧的不一样。可以看到内侧有编号，29啊，在内侧的部分右边的5个，这5个是相通的，左边跟右边不互通所以只有右边的5个一组是通的，就是有5个一组是通的，5个一组是通的以此类推。所以我们怎么接呢？长的部分先把讯号源，比如说我就接在30的 I， 所以接上去。那至于短的这边呢，我们也可以这样子接。既然我们已经把它我们等一下我们要预设，我们可能还会接很多其他的模组，所以我换个方向接这样子。那你刚刚不是提到短的要接地，而且我要先经过一个电阻吗？于是我们可以这样子做我们先让它到其中一排去。压紧确定它有观察到底。
这时候我们再拿我们的电阻，那这一排横都是相通的，我们这样子再把它接回接地就可以咯。好，那个硬体线路接线完成。那先检查一下，确定没有问题之后呢，就把 O-ring 再次开机。那 O-ring 它是没有开关的，就是直接接上电源而已，所以我们就直接把电源中接一下。O-ring 开机需要一点时间，就先等它一下。接下来就是程式码的部分哈，我们这次选择比较好上手的Python程式，程式码其实还蛮短的，也不困难，大概就这几行而已。那我这边先稍微解说一下。首先呢是 import， Python 程式码 import 就是把一些相关的模组或者是函式库引入进来，这样子我们在写程式的时候就可以直接拿那一部分的函式库来用就行了。我举例哈，这边有一个 import time， 那 import time 的目的呢，就是因为我们等一下有一个要让它 idle， 就是 sleep 1秒的状态。如果你这边没有 import time 的话，那这个time 点 sleep， 它会跟你说，我不认得这是什么东西。那相同的道理比如说，如果你今天你的程式有用到三角函数啊、平方根等等一些特殊的function，如果你要自己去实做的话，会很麻烦，所以你就可以 import math 就是这样子的概念。这一行呢很重要而且其中一个部分要特别注意，就是 BOARD 是物理角位，什么意思呢？这一行是这样子GPIO set 模式就是我们今天这所有的程式嘛，是用什么样的编号、什么样的模式去使用跟设定 GPIO 角位呢？这边写的是 BOARD 的话，那就是我们这次的方式，用物理角位，就是用数的编号。相对的，如果你今天是写 BCM 的话，那么你这只角位就要改成12，这样了解了吗？因为官方的 GPIO 它这边那只角是12，所以我们把它改回来 BOARD 物理角位那这边 LED 等于15，就是这个 LED 这个变数我们宣告成15。为什么要在程式常常使用变数来宣告变数呢？是因为如果有跟动我举例如果我今天想要把 LED 灯改接到别只角位，那么你一支程式往往会有什么7、8个、10几个甚至上百个地方会用到这个东西。如果我今天把它写成变数的方式放在程式的上面的话，那我今天就不用改100个地方，改7、8个地方，我就只要改这边就行了这样大家就了解了这就是宣告变数的用意。这边是 GPL set up 是把这个角位设定为 out， 没有错我们今天是 LED 灯，所以我们只有对它输出而已，并没有输入。如果今天你是温湿度或是其他的一些感测器会读入的，那么这边就要写 in 我们就要改成 in。那 initial 就是初始状态，然后我这一行除了设定这只角位它是输出之外，也把它初始值设定为 low， 就是低电位，也就是0的意思。
接下来是 try 哦，就是我们在想要去尝试做一些动作的时候，我们把它包成 try 跟 expect 的方式。如果接下来的执行有出错的话呢，它会把 error code 吐出来。于是我们用 expect 这边去接，然后就可以去做后续的出错处理，比如说把 error code print 出来，诸如此类的。所以我们把它包成 try expect 形式。while true 这个 while 原本是一个回圈控制，就是当后面这个条件成立的时候，比如说当我的钱包还有钱哦，当我的钱包还大于1000的状况之下，它会去做冒号之后的事情。各位也可以注意到哈，Python 程式它是用缩排，用缩排的方式。像如果是西元的话，就是用括号、大括号、小括号。那Python 程式它是用缩排的方式，所以这4句都在 while 回圈以后的缩排，就代表它们都是在这个 while condition 底下。那这个 while true 就是永远成立，那就代表这4件事情我要永远不断的去做。GPIO output 这是输出哦，我要做什么事情呢？从这只脚位把这只脚位设成 high， 也就是设成1。那相对的你就可以想象那个 LED 灯就会亮起来。这个动作我要持续1秒，所以这1秒是 idle， 它是什么事都不做的所以那接下来在第3行再把它设成 low， 再持续1秒。那聪明的你就会知道了，亮1秒，按1秒，亮1秒，按1秒。如果没有什么意外的话，它就会一直回圈做下去，直到我们有按 Ctrl+C 的时候呢 ，expect 会接到，于是它就会 pass 跳出这个while回圈。那最后呢，在程式结束之前呢，我们要养成这个好习惯哦，像西语也有啊，要把 memory free 掉啊所以我们要把 GPL 的设定跟占用把它 clean 掉。于是这就是整支简单的 LED 控制程式，用 digital 亮灭的方式去控制它。程式码解说完了之后，终于可以进行到我们最后一步，撰写程式跟执行。那我们回到我们的 terminal 界面，我们已经再次远端登录 Orin 了。这支Python程式我们就把它取名叫做 blink.py。在终端机画面的底下，怎么样撰写程式呢？有比较推荐初学者会用 Nano 文字编辑器。那本次操作我们示范使用 Vim 文字编辑器，顺便解说。我们直接输入 Vim 空一格，那后面呢就输入你想要新增的文字档的档名。那如果它在当前目录不存在的话，它会直接新增。那如果它已经存在了呢，它就会直接开启那个文字档。那我们要把它取名叫做 blink.py。好，那当前目录没有这支 blink.py， 于是它就自动开一个新档。在Vim 文字编辑器比较麻烦一点点它需要一些 command。比如说我们现在想要开始打字并不是就直接输入我们要先按键盘上面的 IJK 的 I， 它会进入到 Insert 模式插入模式，所以你会注意到最左下底下角变成插入。那这时候我们就可以开始打字了。你看我输入给各位看，这个时候它才会新增上去。我们先把它倒退掉。那程式码呢，方便起见，我们就直接复制贴上就好了。我们刚刚已经解说完了，这边贴上也不是直接的就按什么右键什么的，我们要按 Shift， 然后再按 Insert， 回到这个，它就会直接贴上去咯。那要离开嘛，我们现在要储存离开，怎么操作呢？请先按一下键盘左上角的 Escape 键。你发现左下角的这个音色的模式不见了。那我们现在进入另外一个命令，叫做储存跟离开。
请按 Shift 加冒号，游标会跳到左下角来。那我们要写入嘛，就是 Write W。那要储存跟离开啊 ，Quit， 所以是 Q。那我们再补上一个惊叹号，让它强制执行。看起来没有什么变化，事实上我们已经储存完毕了。不行，我们再按一下 LS 键。好，有了哈 ，link 点 py， 那我们就会开始执行了。sudo Python 3 link 点 py， 这个在我的 Word 档里面做到。怎么样 run 呢？怎么样执行呢？为什么这个部分也要用 sudo？ 因为LED 是 GPIO 这个硬体控制我们习惯都会给它 sudo 的权限，就直接执行咯。因为你用 sudo 嘛，所以它跟你要密码。看起来没有动作，事实上已经执行中了。因为我们的程式很简单，没有做任何提示。那我们开那个相机看看。我们可以看到 LED 灯已经在亮灭了。那或许不清楚我用手遮住，给各位看一下。可以看到了吗？现在 LED 灯已经1秒亮1秒灭，这样子规律的闪烁跟执行。OK， 那到这边我们的程式整个操作已经完成了这个是第一部分 LED 的部分。那接下来的话，我们用第二种方法，用呼吸灯 PWM 的方式去控制它。刚刚我们已经完成了第一种控制方式 Digital， 接下来我们用第二种方式，用 PWM 的方式去控制 LED 灯，让它达到呼吸灯的效果。当然，首先第一件事情我们要再次重新对 I/O 做设定，因为刚刚是用 Digital， 现在我们要把刚刚的设定再做一次。复制，然后这边还在跑，我们就把 Ctrl C， 按 Ctrl C 可以强制取消，贴上。可以选第一个是 Spin Header， 太大了缩小一下。手动控制。这一次呢，要把这个地方按空白键把它变为星号，就是同样是这只脚 Pin 15，但是我这次用 PWM 的方式去控制它。离开。要选第二个Save Pin Changes。Save and reboot to reconfigure pins。那最后再按一下任意键，让它重新启动系统。那这边等待一下趁这个等待的时间我们再看一下，解说一下程式码。那其实大同小异了这个设定的，先 import 我们所需要的函式库，然后设定 GPIO 的模式。那 pin 角呢，一样是15，一样，这次是 out， 只是我们这次没有 initial 而已，没有初始状态。好，我们把 PWM 设定成，这边是一个物件这是 Python 的语法物件 ，GPIO 点 PWM， 那针对第15只脚这只 pin 频率把它设为100。那用宣告的方式的话，之后我们要改的话，就只要改这个地方就行。比如说我今天 frequency 要100变成500，甚至更快，我就只要改这个地方就好了不用改整个程式码很多地方。那这是 duty cycle 设为0 ，start 为0。程式码样的话，其实刚刚这个大家都讲过了这边是无穷回圈。这一行的话呢，对Python不熟的伙伴可能会有点疑惑，然后解说一下这是一个 for 回圈，就是只要在这个条件还成立的时候，我就会不断的去做。再说一次这是一个 for 回圈，只要这个条件还成立，那么以下缩排的这2行就会一直执行。条件是什么呢？就是有一个变数叫 DC， 有一个变数叫 DC，DC 呢它会变化，怎么变化？它 DC 开始是0，直到100它都成立所以 DC 会从0开始变化。怎么变化呢？他说每次加5，所以第一次的时候是0，
第二是多少？5，再来就是10、15、20，从0到100，所以100的时候它也是成立的哦，100的时候也会执行，所以到101的时候它就会离开这个回圈，这样子了解了吗？下面这一行呢，就是 DC 的值一直在变，那我每次都是以不同的值去 change duty cycle，change duty cycle，所以第一次是0，第二次是5，第三次是10。那这个行为呢，每次持续的很短，只有0.05秒而已，所以这2行执行起来会变成什么意思 ？DC 不断的慢慢变大，但是间隔的时间持续的时间又很小，所以你会看到 LED 像呼吸灯一样慢慢的亮起来。那这个回圈结束了出来之后，接下来就是渐灭的时候了。所以刚刚的同样的案子就是同样的方式。这一次 DC 是从100开始，慢慢的每次减5，一直到0的时候还成立哦，但是到-1的时候就会跳开，所以整个执行起来的效果就是它会慢慢的变暗。OK， 那这样程式码就了解了哈。那这一次呢，我们就把程式码取名叫 PWM-LED.py 过去，应该重新开机完成了哈。那刚刚程式码我已经先新增了，各位看一下，程式码是相同的哦。OK， 那我们就执行看看。OK， 这边只是提示你，如果想结束的话呢，按 Ctrl+C 可以结束。那我们来看相机这边哈，这边可能看得不大清楚，用手把它遮起来。各位可以看到哈，LED 灯是慢慢的变亮，又慢慢的灭掉所以跟刚刚的全亮全灭是不一样的哦。这次是呼吸灯就是用 PWM 的方式控制。好 ，OK， 到这边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了。好，那我们这整个实验LED LED 灯从 Digital 到 PWM 控制到这边告一段落那这个是一个最基本的用 GPIO 控制 LED 凡是有接触过嵌入式系统，比如说 ESP32 8266或者是甚至树莓派等等的，有很多嵌入式装置都有40 pin 的接角。那其实控制的原理大同小异那感谢各位的收看我们影片到这边，谢谢。